医师的养成时间非常的长，其中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在实习医师的时候，那时候也发生一些类似自律神经失调症状，胸闷啊、心悸啊、呼吸不顺啊、睡不着啊，甚至严重到我们手啦长一些汗疱疹出来了。那时候怎么解决？因为我们那个医院旁边有座小山啊，有空就爬上山去练一个五行之气啊，练个太极拳啊，练个八段锦啊，1-2个月正常走上稳定下来了，脑袋也清晰啦，书也比较念得下去。我自己也是靠这些气血导引自己把它矫正回来的。因为自律神经失调它是一整个系列的症状，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找不到固定的原因，找不到病因的来源，我们就会把它归纳在自律神经失调里面去。就中医来说自律神经失调它其实算是蛮新的症状，在古籍上没有啦，所以我们还是依照中医的望闻问切的一个治疗方式来做一些诊断跟治疗。我们收集了一系列的症状，跟我们看了12脉以后，会给这个患者决定他的体质，或者我们叫做症型，然后依照这个状况，我们再做一些深入的治疗。所以其实中医在治疗自律神经失调的部分还蛮得心应手的。其实自律神经失调它的症状非常的多样，比较常见到的有3种，包括跟神经相关的啦，比如说有人会忧郁啦、焦虑啦、烦躁啦，甚至会睡不着觉。睡会容易醒、做噩梦之类的，或者是睡眠的周期有问题，比如说早上睡、晚上睡不着，心血管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会潮热啦、会烦热啦，或者是觉得胸闷啊、心悸啦、心脏蹦蹦跳的啊，甚至严重会到心律不整、手抖手麻，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肠胃啦，因为肠胃那个地方很多自律神经分布在那里，所以有的人可能会便秘，有人会腹泻，有人会便秘加腹泻，肠胃胀气啦，胃食道逆流啊，频尿啦，或小便不顺啊，这种比较偏向的肠胃过动症的问题，都很常发现在自律神经失调的患者身上。有一些大家可能比较常忽略掉的，就是某些肥胖也可能会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我们会叫做压力性肥胖。影响自律神经的原因很多啦，像是天气的变化啦，天气比较阴暗的时候啦，秋冬的时候就可能有人就会发生，压力太大也会，包括工作的压力也是，家里的压力也是，或者是有些久病没有痊愈的，也可能会引发自律神经失调。有些人为了节食啦，为了减重啊，吃太少东西也有可能会，药物也有可能会，原因多半多样这样。但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忽略到，就是前一阵子流行的那个新冠肺炎，其实新冠肺炎会引发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焦虑、忧郁、睡不着、痰多、咳嗽等，这个可能都有相关。我们在临床上也是依照中医的诊断的标准比如说4诊啊，我们用8纲这些去做诊断，望闻问切。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胸闷心悸啊，这个我们认为说跟心经会有关系。那有一些焦虑啊、烦躁啊、情绪的问题，我们可能就认为说跟肝经有关系这样。那如果说有一些代谢比较失常的啦，比如说痰湿比较重的啦，或者是湿气比较多的啦，我们可能就会认为跟脾经、脾胃会有关系。我们会依照它的不一样的经络、不一样的症状，我们给予它相对的治疗。我们在治疗效果其实都还算不错啦，它会逐渐改善。但是原因在于引发它自律神经失调的那个病因还在，常常会这样反复。那你会看到整个症状会呈现一个逐渐改善的一个趋势。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医师的养成时间非常的长。那其中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在实习医师的时候，早上要 meeting 啊，晚上要写功课啦，还要去跟诊啊，去看病房之类的啦，所以那时候压力大到一个上天了啦，所以那时候也发生一些类似自律神经失调症状，比如说胸闷啊、心悸啊、呼吸不顺啊、睡不着啊，这严重到我们手啦长一些汗疱疹出来了，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也可能功课也会糟糕掉。那时候怎么解决？因为我们那个医院旁边有座小山啊，有空就爬上山去练一个五行之气啊，练个太极拳啊，练个八段锦啊，1-2个月正常走上稳定下来了，脑袋也清晰啦，书也比较念得下去。这个是我那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我自己也是靠这些气血导引自己把它矫正回来的。我们那个气血导引它设计起来不是一整套嘛，所以一般会建议大家都练，对您身体的12经络啦、七经八脉都会有所改善。但是如果是您属于心悸、胸闷、呼吸不顺的话，我可以介绍几个招式，对于这些症状、胸闷的症状改善比较多的，比如说八段锦的摇头摆尾去心火啦，或者是五行之气的鹤山左右翅啦，太极拳的白鹤亮翅，我们这个开胸的动作对于胸闷、心悸也会有帮助。第5式摇头摆尾去心火。
从前面往后面旋转，绕回来原处。好，我们反方向旋转回去，再绕回来前面。如果您觉得这样旋转会容易头晕目眩的话，建议您转前面一半就好。我们尽量放松身体，记得深层呼吸，一起专注在身体的拉伸。慢慢的旋转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心火可以降下来，消除我们的烦恼，解决紧张，调节自律神经的失调，让它更稳定。